芬兰加入北约后，又将邀请美军进驻，普京只剩下核弹伺候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彦超。就在俄罗斯军队深陷乌克兰战场之际，刚刚加入北约的芬兰马不停蹄的以白宫和五角大楼谈妥了让美军在芬兰设立军事基地和驻军的协议。据说很快就会有大约5000名美军进驻芬兰。俄罗斯原来认为芬兰加入北约只是个姿态，因为普京不认为俄罗斯与芬兰之间有问题。但是当芬兰决心让美军在其国土上建立大型军事基地之后，这对于欧洲安全格局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北约防御的角度来看，过去在欧洲主要是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防御体系和以西班牙为中心的西南欧防御体系，现在又可以打造一个以芬兰为中心的北欧防御体系了。自此，芬兰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所出现的不安全感被治愈了。美国再一次通过输出安全保障，扩大了在欧洲的影响力。美军在欧洲各国的驻军将达到10万人以上。欧洲大陆继续被美国控制，一个匍匐在美国脚下的欧洲绝对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芬兰与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这就让北约与俄罗斯的接触线增加了1倍。对俄罗斯来说，美军进驻芬兰所带来的冲击又是直接的。首先，俄罗斯容忍芬兰加入北约，等于直接否定了普京发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正义性。本来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是阻止北约东扩，但事与愿违，让北约东扩范围更大，速度更快。普京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因此而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但却说芬兰加入北约没有问题。接下来北约军队进入芬兰还没有问题吗？俄罗斯将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美军进入芬兰的威胁，都会被西方国家看在眼里。俄军当前在军力有限的情况下，任何防御北约威胁的部署都会是一种被动的战争资源浪费。更严重的问题是，俄罗斯人自己可能都会发出质疑，如果没有俄乌冲突，芬兰就不会加入北约，这可真是没有后悔药可吃。其次，芬兰邀请5000名美军进驻，甚至有可能批准核武器的进驻，这就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略城市圣彼得堡。如果说莫斯科相当于中国的北京，那么圣彼得堡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北约实控芬兰湾，就可以直接封锁俄罗斯在欧洲的出海口。从圣彼得堡走海运通往欧洲，必须经过芬兰湾，而芬兰湾的左右两岸就是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而这些地区现在都在北约的监控之下。所以从扼杀俄罗斯经济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看，芬兰加入北约是欧洲地缘政治的一次巨变。第三，仅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芬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威胁与乌克兰相当，甚至有可能更严重。俄军在巴伦支海所部署的海基和打击力量将直接暴露在美军的威慑之下。巴伦支海原本是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威慑美国本土的战略要地。今后美军从芬兰起飞的侦察机可以盯死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一举一动。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又有什么办法来应对美军进驻芬兰所造成的威胁呢？首先，他们会高调的用核武器的威慑来保平安，这恐怕是当前俄军的最佳选择。第二，以拖代变，俄罗斯现在已经增加征兵40万，需要时间让新的士兵形成战斗力。第三，用时间换空间，通过在乌克兰的长期鏖战，让北约接受战略性失败，进而抵消芬兰加入北约的负面影响。你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打赢了，才有可能扳回一局。总体而言，芬兰邀请美军进驻之后，欧洲大陆将形成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战略安全局势，而普京能采取的有效措施并不多。当前最好的对策就是低调处理，被逼急了那就动用核武器来相威胁。
这场地缘政治大变局原本就是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只有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获得胜利，才算是挽回了一点损失。但是要想在乌克兰战场上打赢对手，也相当的不容易。芬兰邀请美军进驻所造成的后果，俄罗斯方面将如何应对，值得我们密切观察和关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